悬崖绝壁中间隐藏神秘石门，传闻是清朝末年土匪建造，当地人称杨家寨。寨内白骨累累，洞分2层。当年剿匪之时，收缴财宝无数，却未抓获一人，难道是狡兔三窟，掩人耳目？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杨家寨，实拍100多年前土匪老巢的精密建筑工事。这个下面以前是一个大峡谷，但是后面搞水库的时候呢，把这个水蓄起来了，所以这里看下去并不高啊。原先这里下去有接近200多米的垂直落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这个林间小道就是进入杨家寨的唯一途径。看。这个路不足50公分宽，然后我们继续前进。这下面有一个门柱孔，然后这里面呢有扶手。哇，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现在做好了保护，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下去差不多是30多米。如果当时这个水没有蓄起来的话，这里下去是100米深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险要。这里出现了一个木桥，这个木料踩2边就没事。非常的安全啊，2个手扶稳，对了，没毛病。然后我们翻过这个小山包，那边就是杨家寨的。大家看，在这边呢，就出现了这个杨家寨的一些入口，因为这里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啊，有许许多多的入口。我们现在必须翻越这个小山包。哇塞，我已经看到石门了，我们走对了。对对对，这里就是它的主寨入口。哇，这里上去很高啊！我天！哇，向阳，你快过来！在这个杨家寨的下面，我们竟然发现了这个楚葵，看到没？哇，这个非常的少见啊！这个是罂粟科紫堇属的植物，太少见了哈，很漂亮。想不到这个杨家寨还有如此珍稀的植物，咱们继续前进。哇，看到没有？这个规模还不小啊，它是呈一个圆弧形，城墙的总长度差不多是25米，应该在曾经这个寨门呢是一峰到顶的，如今下面全是残垣断壁。这个石门是我见过最高的石门，差不多有2.8米高啊！哇，大家看，那里有一个圆啾啾的孔，然后下面对应的有个门柱孔，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开的石门。这里还有门栓孔，看到没有？把门关上了之后，在这里卡一根木杠子，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咱们继续深入，继续探索。那个上面刻的有字，不知道是什么字。好，快来快来 OK， 来了。大家看这个上面的这一块石头是一体成型啊，差不多1.5米长。哇，放在这个石墙上面，这规模厉害了。现在呢，我们就沿着城墙绕一圈，然后去进入它的洞道。包浆了是吧？有玉化了感觉。是，已经包浆了。这不知道历朝历代走过多少人。走，我们继续出发。最长的石头呢，大概有1.8米了，有30多公分。这里面全是这样的残垣断壁。现在咱们继续前进，进入了这个寨子内部啊，可以看到这是差不多200多个平方的这样一个面积。里面除了残垣断壁呢，还有这残存的钟乳石，包括这个上面的石头里面的泥土啊，全部被清走了。这个应该是当年啊在这里熬过硝。这边似乎是有一个洞道，然后我们先在右边这个大厅里面去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地上啊，哇，这里还有碗渣，这是一条鱼，青花瓷。继续前进吧。那里好像是有个洞道，咱们继续前进。哇，好多青花呀，看到没？这里也有，看到没？
这也是个正宗的青花，而且是里外都有那个花的。这是一个速配，但这个都不是钧窑的啊。说家财万贯啊，不如君子一片。很多啊。这里有一个钟乳石平台，这个应该当时生活在杨家寨里面的人啊，在这里做了储物格，因为这上面被收拾得很平整，下面也掏空了，它是极大可能的利用这个寨子里面的空间。也有骨头啊，你们小心一点踩，不要踩到它骨头上面。这里还有这个火石，看到没？这个是用来以前的那个火镰呐，打火石。咱们继续前进，继续深入。这里似乎是有个洞道，很完整的碗底，看一下。哦，也是一条鱼，这个跟刚刚看到的那个是同一批次，一个鱼形的花纹。这里我以为有个洞道，其实并不然啊。这里面非常干燥，应该当年是在这里存放粮食的。而且这个外面轻轻一封，就可以把这里封起来了。这洞顶呢布满了很多钟乳石器，而且这些钟乳石器呢是非常通透的，大家可以看到，哇，透着奶黄色，非常的有食欲啊。这个应该是当时的这个住在杨家寨里面的人啊，为了扩充这个空间啊，避免碰头，就把上面敲掉了。但是时过境迁呢，这个钟乳石又顽强的在生长，可以看到这个石器啊，在一层一层的往外面延伸。这个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到当年的模样。这一整尊都是。这里面呢就是他们取水的位置啊，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楔形的石孔，比如说在我们目前站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啊，它是石匠啊将这里打出一个楔形，然后再把那个楔子给放进去，用那个大锤啊敲打它，然后就把这个石头，给它敲出来。敲出来的石头呢没有浪费，就拿到外面去做这个城墙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边住着边建造的这样一个寨子，感觉还是挺奇特的啊。从这个上面的钟乳石来看的话，这个洞腔形成的年代应该是非常久远了。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有这个骨骸啊，不知道当时这些骨骸的主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可以看到这地上很多啊，很多，这是肋骨，这里还有一个猪的骨头，而且这里有一个碗底，遍地都是遗迹。哇，这个花好漂亮，这个，哇，好漂亮啊！有个洞道，稍等啊，好漂亮啊，这个，好精致，如果不破的话，应该是很精致的。是柠檬黄色，你好好收藏吧。我们看一下，哇，这里发现了一只草鞋，看到没？这个，哇，真的，一碰就会碎。还是让它在这里吧，看到没有？而且是已经使用过的草鞋，看到没？下面还有这个泥巴，这是搞的这个铜麻，哦，不是，这是稻谷草编织的，哇，厉害了！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骨头的碎屑啊。走，咱们看完了这边呢，就进入向阳发现那个洞道，去里面一探究竟。看这些探宝的真是无孔不入啊！这个地上全是被翻的这些满目疮痍的景象。在这边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像是池子啊，以前那种老池子。在这边呢，发现了有一个洞道，里面是盲洞。哇，我的天哪！看这，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不知道他们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这个故事。咱们继续前进吧。里面是盲洞啊，
这里面啊，这个位置非常的矮小。这里很多骨头，你看那里也有，看到没有？杨家寨的洞道虽然不深，但是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遗迹啊。这里一块骨头，这里也有，而且这个好像是被火烧过的。我看一下那个洞道里面有什么。有个坑，是个什么坑？圆形的，不知道是什么坑。是不是？也许是汤毛子的那个地方。你看这里，你看这里，看看，看这里，再看这里，肩胛骨，还有这里，在这里还发现了这个灭制的人之路啊，这是2+2的这种编制方式，这个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卷卷、草席、竹席，一分为二的2层。好，继续前进。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洞道。哇，真的！不要怕，继续下去。你们上前，你们在前面走吗？啊，好，我上前吧。这没什么好怕的，不要害怕嘛。嚯，这个2层要宽敞一点了。这里有很多云盆啊。我们现在下面是空的，大家能够想象吗？真的太神奇了！这个洞道并不高，它可能只有70来公分左右。我们这时候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现在火妹也过来了，这里可以站起来了，好神奇啊！这是2楼，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扁狭的洞道。现在咱们钻进去看一下。洞道好像很深啊，你快过来！有很多这种钟乳石柱子，这里还有一个双柱，这个前面感觉人一直都可以趴着进，火门在这里都立不起来，这么小的个子。有光？有光？哇，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哪里有光那里？我们看一下，这该不是悬崖峭壁吧？过桥了那里，上面。哇，这个下面就是悬崖绝壁，这就是落脚河。哇塞，这边还有通道，这里还有洞道，继续深入吧。这里明显是人工开凿过的，可以看到火妹现在摸的那里啊，它这里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槽子。走，咱们继续前进，这里还有台阶。慢点，快下不去了。这里曾经应该是有梯子可以下去的，直接可以看到我们当时走过的那个木梯。当时我走到木梯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上面有洞道，这可以通到我们梯子那里。这里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是15米左右，应该曾经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那里有开凿的孔啊。从这里到那里呢是搞的有一架木梯，但是目前这个木梯已经损毁了，在这边没有发现其他的洞道，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原路返回啊。继续前进吧，这真的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啊，很多窗口，很多暗道。这个下面一座桥，哇，好漂亮啊！这钟乳石，哇，这里面真是太奇妙了。这个像迷宫一样，也像小人国的城堡一样。这时候呢，咱们就撤回到了这个杨家寨的寨子核心部位，这个城墙这里。今天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在里面确实发现了大量的人为遗迹，而且有很多这个骨头啊，也不知道这些骨头的主人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往事。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你相信有能让时光倒流的洞穴吗？这里是中国贵州毕节城边的一处神秘竖井。据当地曲水村民回忆，时光倒流啊，这个我是亲自去的。要延展的那个事情，我亲自去的。就是收集时间直接倒回到清朝之前。
哦呀，掉的人我说可是啷个不对头啊？这个绳结，他如果当时有个洞，有这么大个洞，这边可以进去哈，但是下去那个要经过这个洞，这个洞刚好一个人锁进去。就是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是真的是哪个人进去，只要一个老年人都可以跟他解决掉，是不是？那么时光倒流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决定利用专业 SRT 技术深入坑底验证传言。正如大家所看到，现在我们一行7人呢是赶到了这个贵州毕节最繁华的城市旁边的时光倒流的天坑竖井所在。我们今天呢利用绳索技术下降到底，看一下这个能让时光倒流的传说是真是假。好了，现在山里跳和袍哥正在勘测这个下降线路。这个天坑呢也叫老敖坑能让时光倒流的老敖坑呢，它的洞口并不大。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岩壁，因为这个岩壁是个负角度，所以这个洞呢又叫老敖洞。咱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6月25号10点59分，没有毛病。我们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洞里面来了，可以看到这里有村民在这里布置了水管，然后呢这个旁边还有电线，应该这下面是连通了地下暗河，因为这可能是老一辈的前辈在这里布置了这个抽水机，从这里取水用的这样一个洞。问一下下面有没有人？有人没人？我对人。好。10多米，20米左右。好。10米。好了，好，我们现在在这里设置保护站，继续探索下降。做了一个保护站，然后呢，现在我们阿志和山里跳都已经做好了保护。最前面的呢是巡途户外袍哥正在为我们辛苦的开线。我现在看了一下，11点21分这个时间呢还是6月25号，并没有退回到清朝我们不知道下去一会儿了之后会不会产生这个时光倒流的现象。可以看到这下面好像是有地下暗河，而且有少量的生活垃圾。咱们村民的这个水管呢也是布到了这个断崖下方。据袍哥所说下面有一处30多米的垂直悬空断崖，10层楼高的一个竖井，然后再下去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了。我们继续下降。刚刚我从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呢遇到了一股山泉水一眼山泉从这上面倾泻而下形成了一道石幔非常漂亮。然后这个主动道呢是继续往这边前进的，我们继续前进。你们时间正常吗？正常的，还没看。看我有没有变老？那不是，是变年轻，它是往回变的。这是往回变了，看着小没有小变小没有？不是，袍哥看着还是那么老。洞中留3日，世上已千年。那不是。哇，这有以往探洞者在这里留下的绳索。这个应该是当地村民下去的。他在这里来找过水应该是。太牛逼了。那位大哥他也是在这里找水，发现了时光倒流。所以我们这时候把手机掏出来看一下。不要，我看一下大家不要去模仿这种是危险操作。对，这种绳索用这种绳索下降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依然是2022年6月25号上午11点34分，所以说过了多长时间？过了几分钟，10多分钟。小哥丢个石头看一下。多秒开始1、2、3、4、5、6、7、8、9、10、11。刚好12秒。哪里？大概8秒钟，8秒，也许100米不到。没有经过专业的 SRT 训练，千万不要模仿，请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作业。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裂缝在袍哥为我们辛苦的在开线。现在向阳正在下降，然后所有的队员呢都已经下去了，我在后面收尾。目前跟队友还是能够沟通，应该是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光倒流的情况。也许当年的这个村民下去找水，还遇到时光倒流是出现了幻觉。我现在严重怀疑是因为缺氧导致的幻觉，但是这里面现在有很大的水一般来说是不会缺氧的。再说我们带了气体测试仪，这个里面的氧气非常充足。
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专业的绳索技术。我挂好了保护啊，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可以看到，我这时候准备下降了，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裂缝，可能不足50公分宽。然后呢，这个就是村民做的绳梯啊，待会儿下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那个亮光的地方呢，就是向阳，已经降到底了啊。大家看这个远古的绳梯是个什么样子？它是在这个麻绳上面啊搞的这个小木板，看起来已经生锈了，这个很不安全啊。当然，如果遇到这种绳子，千万不要贸然攀爬，这个非常不安全。如果喜欢探洞这项运动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参加系统性的学习，不要贸然涉险。现在我们继续下降，还有地上也有很多水管，可想而知，当时这些前辈啊，找这个水资源真的非常的艰难啊。在此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节约用水啊，不要污染这个水资源，这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继续下降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6月25号12点23分，时间还是正常的啊，并没有发现这个时光倒流的情况。得继续向下走，我已经追上了队友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潭口，现在坏向阳，现在下降。刚刚是从这个位置下来的，下来之后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钟乳石大厅，这个可能有20多米高，它的容积差不多是1万立方左右。然后这个下面呢是一个消水洞啊，在那里有一个水潭，我们待会儿过去查看一下。目前在这里还是没有发现时光倒流啊，因为这个手机的时间都是正常的，看到没有？依然是6月25号12点33分。好，我们继续前进。现在我从这个水流呢下来了，可以看到在那个下方有一个油布啊，然后装的是那些水管，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水管已经废弃了。所以现在我们走这个地下暗河呢，并没有对这个村民的吃水啊造成污染，因为可能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不用接这个山泉水了。我们现在继续下降，可以看到这下面的温度非常的低，向阳在吐气的时候就能够看着有白色的雾蒙蒙的一团，这下面是兜了水哈，但是现在已经冲毁了，那个里面淤满了泥沙。然后这个下面呢，我发现有一个塑料的圆兜，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发现了一个锤子，这是一个80、90年代的这种老石匠锤子啊。在这边还有一个洞道，我们继续前进，看一下这个洞究竟通向何方。这个下面依然是有一根白色的管道。哇，这就是一条地下暗河。这个旁边有土层啊，说明这个地方涨大水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水漫起来。这个上面有很多蝙蝠在飞，看到没？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个消水洞。地下暗河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没有洞道可以通行了。哇，那是什么？那应该是一个小老鼠把这些塑料咬进去做了一个窝。这里出头了，这个地上有人工做的宝坎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时间，12点44分，6月25号，2022年，壬寅年5月27，没毛病啊。没毛病啊，这个洞在这里出头了。时光倒流是假的，对。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大窝村啊，这个天干树井呢就全部探明了，它就是一个消水洞啊，在里面呢发现了有许多的村民取水的痕迹。大家在用水的时候啊，一定要想着我们的先辈为了弄一口这个喝的水啊，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还是麻绳啊，就下这个100米天坑树井取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虽然说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先辈人的不易和艰辛。
然后在里面呢是没有发现这个时光倒流的景象啊，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就是当地人呢，为了避免这些探险的或者是喜欢有好奇心的信众发生危险然后说出了这么一个让人觉得很恐怖的、很诡异的故事，然后来告诫世人不要贸然进洞。等我老了我就乱说。然后在这里面呢是发现了一个锤子，铁锤，大铁锤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带你破解所有民间奇闻异事。好了，拜拜。